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面包别再买着吃了，不卫生，而且添加剂还多。那我今天分享一个家庭白面包的做法，不用烤箱，照样能做出松软拉丝的面包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5个鸡蛋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入1勺食盐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鸡蛋，用手搅拌均匀。搅拌至食盐溶解，然后再准备一张干净的纸巾，把鸡蛋擦洗干净。有人说吃鸡蛋又不吃壳，不用洗。其实呢，鸡蛋是沙门氏菌的一大传播途径。一是通过感染母鸡，把沙门氏菌传进鸡蛋或者是沾染到鸡蛋壳上；二是从鸡窝沾染到鸡蛋表面。所以吃鸡蛋前清洗鸡蛋能减少沙门氏菌的风险，用食盐水可以把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把它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把鸡蛋打入一个大碗中。如果不喜欢吃鸡蛋的，也可以换成纯牛奶。5个鸡蛋大约是300克左右。再加5克酵母，加5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加入400克普通面粉，分次少量的加入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给它搅拌成这种单面絮状。再加15克黄油，没有黄油的可以加玉米油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只要揉成这样一个稍微偏软一点的面团就可以了。面板上倒少许食用油，用手抹匀，然后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再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把面团揉出手套膜，这样蒸出来的面包会更加的蓬松暄软，像洗衣服一样推拉揉搓。刚开始揉的时候会有一点粘手，这时我们可以少加一些食用油，但是千万不要加面粉了，油也不要放太多，油放太多面是发不起来的，一边揉搓一边摔打，这样更容易揉出膜。直到拉开有一层这样薄薄的膜，而且不容易破，说明就可以了。全程大概需要揉10分钟左右。再给它整理成圆形，再放入大碗中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接下来准备50克葡萄干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入几颗红枣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然后再加1勺食盐，加1勺面粉，用手搓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面粉。因为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一些褶皱，里面都是藏温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是很难清洗干净的。这里加面粉呢，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，能很好的去除褶皱里面的杂质和灰尘。抓拌至感觉有一点粘手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没过红枣，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干净，把表面的面粉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然后取出一把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切碎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
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像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架好之后装入盘中，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用手整理一下，再给它轻轻按扁，然后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擀成这样的厚度就可以啦。然后撒上刚切好的红枣和葡萄干，撒满半张面饼就可以，另外一半给它留着，薄薄的撒上一层就可以啦。然后从这边给它卷起来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把骨干这部分卷完后，剩下的一半面饼，用刀像视频中这样给它切成长条，宽约1厘米左右，大概就是一个手指的宽度。切好之后再继续给它卷起来，同样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再给它搓一搓，然后选择一头给它盘起来，把收尾处压到底部。像这样非常好看的一个面包生胚就做好了。接着准备一个8寸的模具，在底部和周围刷一层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然后把生胚放入模具中，盖上盖子，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今天天气比较凉，大约需要1小时左右。快发酵好的时候，我们准备一个鸡蛋黄，放入小碗中，用刷子刷散。先放一旁备用。这会儿我们的面包生胚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许多，在表面均匀的刷上一层蛋黄液，这样颜色会更加的好看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关注我一下吧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刷完后再撒一些白芝麻点缀一下，不仅能增香，还能补钙。然后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大火蒸50分钟。时间到，关火焖5分钟，再打开盖子。哇，颜色金黄金黄的，好漂亮啊！用手按压能迅速回弹，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把保鲜膜拿掉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样的面包看着有没有食欲？太漂亮了！用手按一下，非常的暄软。然后再给它倒扣脱模，再把底盘取下来，底部也是非常的漂亮。这个面包做的真的是非常成功，比烤的还要香，而且非常的蓬松暄软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。我们掰开看看，还有拉丝的感觉，加了红枣和葡萄干，酸酸甜甜的口感，真的是非常好吃，做法也没有任何难度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以后想吃面包就不用出去买了，在家就能轻松搞定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